为什么？啊？我不希望5点钟出来到9点钟，看都没有，10块钱都跑不到。非当我想回家睡觉的时候，下雨了，来单了，我是高兴还是要难过啊？真难呐！我感觉现在任何一根稻草现在都能压死我。我难死了。喂，怎么好像有人呀？这是不是人？瑟瑟发抖的感觉。喂，是不是有人呀？进来干嘛？你怎么在这边休息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。不是，这个房子不是快拆迁了吗？废弃了吗？你怎么在这里面睡觉啊？做生意赔钱了。啊，做生意赔钱了？对，工作也丢了。工作也丢了？对。那你怎么想着到这个地方睡的呢？为了节约开支嘛。年关将近，中国昔日繁华的城市角落，如今竟成为了失业大军栖身之所。从睡桥洞住帐篷到断粮挨饿，中国失业者的生存现状正在急速的恶化。露宿街头景象已经是比比皆是，火车站地下通道与路两边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们曾经也是体面的打工者，如今呢，就在寒风中为了一口饭艰难的求生。本期节目，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一下经济寒冬之下，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残酷挑战。家人们看啊，这就是广东的桥洞底下，因为这边都是流浪汉呐，或者是往那边去，打工没有住的地方的人，你看看没有？这家这老些，岁数都不大啊，都是小年轻的。没地方去呢。你没地方去了？没地方去也不能睡这个桥洞这里啊！你看这里，我靠，这被子好脏啊，能住人啊？我失恋了，被男朋友甩下车了，我没地方去。失恋了？你哪里的？四川过来的。四川过来了？我要去拉萨。你还要去拉萨？天哪，这么多人的钱没拿到。熄火啊！说放假就放假。这是14天。当天起来，那我们才能联系他先。啊，已经封了啊！都是要工资的，我的妈妈一要6、7天，1毛不给，全是要工资的。坐。好恐怖啊！刚刚坐车的时候听司机讲，徐村那边的好多老板连夜都跑了，好多上班的人工资都没有拿到，干苦力都拿不到钱。春运还没有开始，已经有大批的在外务工人员是返乡了，人挤人。今年这个还有差不多1个月才过年，怎么这么多人就提早回家了？走路都走不动啊，好多人。进入2026年1月，中国多地集中爆发工人讨要薪水事件，涉及建筑施工、制造业、医疗基建及公共服务等领域，分布于天津、湖北、广东、内蒙古、河南、贵州、重庆、浙江、陕西等多个省市。网民上传的多个视频显示，各地都发生了很多工人围堵在工地入口或是厂房之外，要求老板发放被拖欠的工资。一些工人多次通过劳务公司、项目方或相关部门反映问题，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得到解决，只能在过年前被迫走上了集体讨要薪资的道路。现在已经不是提前回家过年这么简单了，而是很多的公司，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老板，把公司直接关了，回家过年。长沙就有很多这样5到10个人规模左右的技术公司，很多的老板都撑不过春节，都在提前把公司关掉，干脆就不干了。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，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是这样的。哪个回事？离春节还有1个月，火车上已经是人挤人了，
10几年前出现的这种过道都是站票的，现在又出现了，这么早就返乡了吗？没活了，又没活了，不知道你们这个1月份怎么样？我昨天晚上基本上干完了，昨天晚上没有加班了。我现在出去市场里面转一圈，看一下别人有没有活，为什么我老是没活？哎，头疼。到我们旁边有一个钢材市场，去看一下他们都忙不忙，还是说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活呢？搞不明白，突然之间又没有活了。昨天出去跑那个业务吧，人家还要询价，要对比，现在生意真的难做，这厂真的没办法开了。还有1个月就过春节了，我现在是在候车大厅。往年这个时候的话是很多人排队，人山人海，但是今年大家一看啊，好多都是空位，没有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人都去哪里了？你们知道武汉现在有多少人断供了吗？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武汉又多了1100个家庭断供弃房。你们知道现在武汉有几多人因为还不上房贷选择断供了吗？现在武汉平均每个月都有几百套法拍房，每套法拍房的背后都是一个很心酸的故事，妻离子散都是亲的。你们以为他们真的想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其实现在武汉将近有 30% 人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，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随时可能会被降薪或者下岗，没有办法保证每个月的月供能按时的还上。失业没工作，你们会选择提前回家过年，还是继续找工作呢？失业半月了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偶尔出去散散心，接点剪辑单。评论区的宝子们都劝我别找了，先回家过年，年后再找。前几天和朋友聊天，他说年底会有一波人离职，反而会空出不少岗位，这时候咬牙坚持，机会不就比别人多赚1分？说实话我也纠结，可是想想距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，过完年也不一定好找工作。离过年还有1个月，我却失业了，成了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人。都说今年大环境不好，只是没有想到自己也被选中了。工作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提前1个月回家准备过年了。来到候车室一看，原来这么多人也失业了，心情平复了许多。你们今年工作都还顺利？姐妹们，天塌了，我40加失业了。2026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崩开局，这2天一直睡不好，就是反复在想到底要接下来怎么做，要继续投简历、摆摊儿、做自媒体。想了很多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对于一个40加的女性来说，这些都不容易。这2天有一个公司打电话让去面试，然后到了公司的时候是1个小时40分钟，那前天通勤的时间就接近3个半小时，然后结果就是3500。我93年的，上个月刚刚失业，就这个34、35的年纪，这个心情你们懂吗？最近失业在家，感觉每天都很焦虑吧，而且这个焦虑它是一阵一阵的，可能这段时间我刷着视频，就突然就想到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之后怎么办？然后就开始焦虑，就刷视频也刷不下去了。然后我一焦虑吧，我就赶紧退出视频，然后打开招聘软件，将投一投简历，刷一刷看有没有什么岗位。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年末吧，好多我感觉公司都不怎么招人，投好多简历，反正也都没啥回信。然后我就赶紧再换软件，再换招聘软件，就每个招聘软件都投一遍，投完之后心里就安慰一点，然后我就接着再刷视频，刷焦虑了，我又赶紧再去投简历，再去找工作，反正就一直这样循环往复的这种。中国统计局近日称，失业青年失业率是今年7月以来的最低的。但是年轻人在叫苦，中国经济差到怎样的程度？越来越多年轻人有切身感受。苏州昆山一名做日结短工的年轻人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，以前睡在公园，现在公园不让睡了，现在睡火车站2楼入口处，底下就是可以睡觉的，在公园里应该是影响不好，因为人家晨练与跑步，你睡在那里人家也不好锻炼。在火车站睡觉的人挺多的，到处都是务工人员，找不到工作，又没有钱租房子，只能是睡在外面，为了省钱。他说冬天外面很冷，但大家都买了被子，能扛过去。他自己睡火车站已经好几年了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偶尔去干日结的短工，但现在日结工也不好做了，干的人太多了，工价也低。他之前做生意赔了400多万，没有结婚。他说
我已经10几年没回过家，早就不联系了。我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无所谓。现在宁波的就业环境真的是太差了，差到我们整个部门基本上都被开得差不多了。而我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同事呢，不是大小休就是经常加班，甚至工资比在这个公司还低。现在还是一直在开人，然后我就很焦虑嘛，就开始刷各种招聘软件，结果看到的全部都是一岗多职，而且还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。但是我每次下班路过公司旁边那个健身房，人特别多，我就在想，他们都不用上班的吗？而且现在大环境都这么不好，不怕健身房跑路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在外地读大学，然后回宁夏就业的大学生，现在都怎么样了？我就是其中一个，今年刚毕业，回来宁夏待了半年，现在快失业了。宁夏的就业环境巨差，身边的同学全是考公考编，然后考央国企，再没有了，就是私企一点给人生存的环境都没有，一点好的都没有，怎么办啊？再出去啊？连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下来了，上个月的还没有发，工资大概2万多，社保8000多，店里面现在已经有10多天没有流水了，只有3笔客户的尾款，大概1万多块钱。大街上现在一个人都没有，同事们说现在出去发名片，接名片的人越来越少，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名片，要么一问价格就不吭气儿，要么微信刚加上想聊就已经拉黑了。现在如果我还想继续租这个房子的话，那我就要交3万3，下3个月的房租。我和隔壁一个面积小很多，但是只有1楼的这个商铺房东谈了几次，房租可以降到5000一个月，但是搬过去还得装修啊。今天早上我去银行的对公账户办理我公司的销户，我前面有2个人，加上我们3个人全部都是办公司销户的。然后会员跟我说，说是现在每天都有来销户的，但是开户的很少，所以我预计2026年的春节会很冷清。老铁子，我现在在广州宁宫村，全都是回老家的。广州这边因为现在生意不好，很多人都吃老本了，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现在开始上车了，准备抢座位了，准备抢座位了，这全是人很多人都扛不住了。现在，哎，你们好，你们怎么在这儿睡觉呢？你说什么？没地方睡。没地方睡觉，那去宾馆去睡觉啊？没钱。没有钱啊？那你们怎么会没有钱呢？这么多人凑不出来一点钱吗？我们前几天在岳麓这边上班，然后上了1个星期，老板把我们开除了，没给钱。上海现在有些人啊，真是难呀。跟你唠个吓人的事儿，眼下好多人房贷都还不上了，有的房子就算卖掉，钱还不够还银行呢。这行情要是再往下走下去，真的出问题。现在大家工资都少了好多，以前能挣1、2万的，现在直接腰斩。做生意的更惨，10个里头9个亏，跟以前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最扎心的是，当年高价买房的人现在跌得不像样，真是雪上加霜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